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很多人一听到极乐世界这4个字，心里第一个反应并不是向往，而是怀疑，会不会只是安慰人的说法？是不是人太苦了，所以编了一个地方用来让人好好活下去？这种怀疑其实很正常，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习惯用眼睛去判断世界，看得见的才算真实，摸得到的才算存在。可佛法从来不是站在看得见的那一边说话，佛法更关心的是人这一生心是怎么活着的。在《阿弥陀经》里，佛陀对舍利弗说，有一个世界名为极乐。这一句话很轻，却一点都不随便，因为佛经里从不轻易命名。为什么叫极乐？不是快乐，不是幸福，而是极乐。乐到一个什么程度？乐到不再被苦牵着走。我们这一生哪怕最开心的时候，心里也总藏着一丝不安，怕失去，怕变化，怕好景不长。佛经把这种状态称为乐中有苦，所以人间的一切快乐本质上都带着条件。极乐世界不一样，它不是把快乐堆得更多，而是把制造痛苦的根慢慢拔掉。佛经里形容极乐世界，说那里没有三恶道，没有地狱，没有恶鬼，没有畜生。你可以把这句话理解得很现实，它并不只是指死后的世界，也在讲一种状态。地狱是长期被恐惧和自责折磨的心，恶鬼是永远觉得不够、不满足、不被爱的心，畜生是被习气推着走，明明痛苦却停不下来的状态。如果一个人哪怕活在人间，却早已远离这3种心，那他已经走在极乐的路上。所以佛陀讲极乐世界，从来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告诉你，有一种生命状态是不必一直在苦里打滚的。无量寿经里说，极乐世界的众生寿命无量。这句话很多人误会成活得很久，可佛经真正想说的是时间感消失了。当一个人不再被恐惧追着跑，不再被后悔拖着走，时间对他来说就失去了压迫感。我们之所以觉得人生短，是因为痛苦太密集，一件事还没放下，下一件事又来了，心从来没有真正停过。而极乐是心终于可以歇下来。佛经还说，极乐世界的土地是7宝所成，黄金、琉璃、玻璃、砗磲、赤珠、玛瑙。很多人听到这里又开始怀疑，觉得这是不是在用物质吸引人？可你仔细想一想，佛陀如果只是要吸引人，直接说那里什么都有，岂不是更简单？7宝真正象征的是一种稳定、不败坏、不被侵蚀的状态，不像我们人间的东西，用久了就旧，爱久了会变，承诺久了会褪色。极乐世界要表达的是一种不会再让你失望的存在感。阿弥陀经里反复提到清净这个词很重要，清净不是冷漠，也不是远离人群，而是心不再被拉扯，你依然有感受，但不会被感受拖着走。佛经说，极乐世界的风吹过树林，发出自然的法音，听到的人心会自然趋向觉悟。这不是神话，而是在说，当环境不再刺激你的贪嗔痴，觉悟会变得很自然。我们之所以修得这么累，是因为一边想安静，一边被环境不停拉走。手机在响，欲望在勾，比较在催。极乐世界是一个不会逼你迷失的地方，所以你会发现，佛陀在讲极乐时，没有一句是逼迫，没有审判，没有威胁，没有你不信就完了。他只是很平静地说，有这样一个去处，如果你厌倦了苦，如果你愿意慢慢放下，这条路一直都在。很多人以为极乐世界是给老年人准备的，是给走投无路的人准备的，可真正理解佛法的人会明白，
你什么时候不想再重复痛苦？什么时候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心，你就已经在靠近极乐了。刚才提到的问题，其实很多人心里都问过，为什么在那么多修行法门里，佛陀一次又一次提到阿弥陀佛？为什么极乐世界会被说成一条特别适合末法时代的路？答案不在神通，而在人心。佛陀很清楚一件事，越到后面的人心越乱，杂念多，诱惑多，环境嘈杂，时间破碎。你让这样的人一做就是几年，断念入定几乎是不现实的。不是他们不努力，而是因缘不允许。所以佛陀没有用最高难度的方式要求所有人，他选择了一条把力量交出来的路。阿弥陀佛在无量寿经中发了48大愿，这些愿的核心并不是你要多厉害，而是只要你愿意向清净靠近，他就愿意接住你。这在佛法里是非常罕见的慈悲结构，不是你修到哪里我才认你，而是你只要不再抗拒觉醒，这条路就不会对你关门。念佛看起来很简单，简单到让人不安，可真正修过的人才知道，这份简单恰恰是最难的地方。因为念佛不是嘴巴在念，而是一次又一次把散掉的心领回来。我们这一生心很少在当下，不是被过去拉走，就是被未来拖着。念佛的声音就是一个锚，当你被情绪卷走，它把你拉回来；当你被欲望带跑，它提醒你停一下。久而久之，心会产生一种熟悉感，不是对佛的熟悉，而是对安住的熟悉。阿弥陀经里说，若1日乃至7日，一心不乱。很多人被这句话吓住，觉得一心不乱太难了。可佛经里的不乱，并不是没有念头，而是不再被念头牵着跑。你可以有情绪，可以有疲惫，可以有脆弱，但你心里知道，你不是他。这种分离感一出现，轮回的力量就开始松动。所以极乐世界并不是死后才开始，而是从你不再完全等同于痛苦的那一刻已经启动。佛经形容极乐世界，说那里没有女人男人之别。很多人听不懂这句话，其实他在说身份的执着消失了，你不再靠角色确认自己，不再靠被需要证明存在。我们在人间最累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太想被看见，太怕不被需要。极乐是不需要再证明什么，你存在本身就已经足够。所以那里没有争夺，没有比较，没有谁高谁低，不是因为大家都一样，而是没有人再需要通过踩别人来确认自己。你会发现，佛陀描述极乐世界的时候，很少强调个人，更多强调的是环境，池水、树林、光明、清风。因为当环境不再刺激烦恼，个人自然就会安静下来。这和我们现在的世界正好相反，外界不断制造刺激，让你不安，让你焦虑，让你觉得慢一点就会被淘汰。极乐世界是一个不催你的地方，你什么时候准备好就什么时候走。而阿弥陀佛所做的只是站在那里，不是拉，不是逼，不是审判，只是等。这种等待本身就是极大的慈悲。很多人心里真正卡住的，其实不是信不信极乐世界，而是这条路看起来太温柔了，温柔到让人不踏实。我们太习惯用痛苦来衡量价值，吃过多少苦，熬过多少夜，忍过多少委屈，好像不把自己逼到极限就不配谈修行。所以当听到念佛就能往生，心里自然会生出一个声音，那这样那些吃尽苦头的人岂不是很吃亏？可佛法从来不是用公平在运作，佛法讲的是解脱。你受了多少苦，并不自动等于你离觉悟更近。如果那个苦只是在重复旧的执念，那它只是更熟练的轮回。
极乐世界这条路看似容易，其实非常直接，它不绕弯，它直接对准一个核心问题：你愿不愿意放下对自我的紧抓？很多修行法门是在锻炼能力、定力、慧力、忍力，而念佛是在练习放手。当你一次又一次把名字交出去，其实是在告诉自己，我不再靠这个小小的我来撑全部的人生。这对很多人来说比吃苦还难，因为我们太习惯自己扛，习惯控制，习惯规划，习惯证明。而阿弥陀佛这条路是让你承认一件事：我会累，我会乱，我会失败，但我愿意不再一个人硬撑。观无量寿经里讲到九品往生，有人看到这里又开始分高低，可你仔细读会发现一个细节，不是修得最好的人排在前面，而是愿意回头的人都有位置。哪怕是临终前才想起念佛的人，哪怕一生走了很多弯路，佛经没有嘲笑，没有翻旧账，只问一句：你现在愿不愿意转身？这不是纵容，而是看透。佛陀太清楚，人不是不想好，而是太容易迷路。极乐世界存在的意义不是奖励，而是给迷路的人一个不会消失的方向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念佛真正改变的并不是来世，而是此刻。当一个人心里有了一个不崩塌的归处，很多事情会慢慢松掉，对输赢的执着，对评价的恐惧，对未来的焦虑，不是靠压，而是靠不用再抓那么紧。有些人念着念着会发现一个变化，情绪还是会来，烦恼也没完全消失，但心里多了一个空间。那个空间不急着反应，不急着解释，不急着反击，那是极乐的种子。佛经说，极乐世界的光明无量无边，不是照亮别人，而是让你不再躲。我们这一生太多时间在躲，躲失败，躲脆弱，躲不被爱。而真正的解脱是你不再需要躲。所以你会明白，极乐世界并不是逃离人间，而是给你一个地方，让你有勇气好好把人间走完。很多人修到最后，心里都会冒出一个问题：如果苦是人生的一部分，如果无常无法避免，那修行到底是在修什么？佛法从来没有承诺让你此生不苦，佛陀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过，只要修行就不会失去，不会生病，不会分别。极乐世界真正特别的地方，不在于没有发生，而在于发生之后，你不再被摧毁。人最怕的不是苦本身，而是苦没有去处。痛的时候没有地方安放，失去的时候只能往心里压，时间久了人就碎了。极乐世界是一个为众生准备好的去处，不是把你带走，而是接住你。当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其实是在做一件很深的事，你在告诉自己，这一生所有的痛不是白受的，他们有地方去。所以佛经才会反复讲愿力。愿不是幻想，愿是方向。一个人只要方向还在，就不会彻底迷失。哪怕你现在很乱，哪怕你修得断断续续，哪怕你心里还有很多放不下，只要你心里还有一句佛号能想起，那条路就还亮着。极乐世界不是用来取代人生的，而是用来拖住人生的。它让你敢去面对，敢去失去，敢去老，敢去病，因为你知道有一个地方不以成败评判你。阿弥陀经最后佛陀说，诸佛称赞，不是因为极乐多美，而是因为这条路对众生太温柔，温柔到哪怕你一生跌跌撞撞，只要临终那一刻心里还记得回头，就有人愿意来接你。很多人问，那是不是现在什么都不用做了？
不是的，正因为你知道终点有人等，你才更愿意把这一程走好。善待人，善待事，善待自己的心，不是为了换取什么，而是你终于不再那么害怕了。所以真正理解极乐世界的人，会活得更认真，也更柔软，因为他知道这一生不是考试，不是淘汰赛，而是一段被好好陪伴过的路。如果你此刻正在低谷，如果你正被无常推着走，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真正安心，你不需要立刻相信所有佛经，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：这世上有一个地方不嫌你慢，你什么时候准备好，什么时候就可以走。卢叔送你一句话作为结尾：极乐不是离开世界，而是让你在世界里不再绝望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